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天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一起开箱我个人认为现在市面上最值得入坑的 VR 设备 Oculus Quest 2。这台设备是由我的朋友 Cibo 买的，他非常热心的借给我拿来开箱，在这里谢谢他。设备的规格是64GB，通过澳洲亚马逊购入，价格是479澳元。作为一个仅仅接触过一次 PSVR 的小白，一会儿我会主观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 Oculus Quest 2下来的感受。这个沙发怎么这么破？请主人解释一下。我来啦！来，多多给小天频道的观众打个招呼，好吗？哎呦呦！大家应该知道原因了吧？他把沙发啃成这样了。拜拜。谢谢。人们其实很早就开始研究 VR 技术了，但是直到2015年，在脸书购买了一家叫做 Oculus 的小公司之后，这项技术才真正的被推广到了我们这些普通的大众消费者的面前。在我们生活中听到 VR 的时候，往往还会伴随着一些别的词，比如说 AR 或者是全景等等。当然，这些名字虽然类似，但是其实都各不相同。那什么是 VR 呢？VR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技术的缩写，它是一种数码科技。通过这种技术，你得以一种极度接近现实的体验，来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中。比如在电视剧《The Good Doctor》良医中，你就可以看到医生用 VR 设备来练习外科手术。当然 VR 在我们大众里最普及的应该还是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，在这里你可以成为任何人，做任何事，或者去到任何地方。那么 VR 究竟是怎么做到欺骗我们的大脑来相信眼前的这个虚拟世界的呢？简单来说，除了很好的模拟视觉之外，它还要能追踪我们的运动，实时给出反馈。因此，相对应的一个好的 VR 设备，基本上就会有3个重要因素。第一个因素很简单，就是你需要一个硬件来模拟人眼视觉。硬件部分其实也挺直观的，通常来说就是一个 VR 的头套。VR 头套一般都会有2个镜头，然后在镜头后面藏着一块屏幕。这样我们戴上头套之后就能看到画面。那第2个因素就是追踪能力。在进行 VR 体验时，你会不停地动来动去 ，VR 设备就得跟踪用户的动作，相应的调整用户显示器上的图像。最后一点因素就是交互。使用配备的手柄，你就可以在 VR 场景的游戏或者电影里面进行一些操作，然后影响这个虚拟世界。这一部分互动可以说是创造你沉浸式 VR 体验的关键了。这就是 Oculus Quest 2的包装，正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头套和2个手柄，然后反面是它6款比较热门的游戏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包装打开，里面的包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，大家可以看到打开包装之后就是头套和手柄。那我们先把头套拿出来看一下。其实 VR 技术在这2-3年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，所以你不需要再有一台价值数万元超高性能的电脑，也不需要在你的房间里面架满那些吓人的感应器。Oculus Quest 2用的就是这种简单的一体式设计，就整个所有的东西全在这个头套里面。不过我听说一体式设计也给它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电池。虽然我在其他的一些测评或者开箱里面没有听到别的 UP 主提及这一点，但是电池问题确确实实的影响到了它。不过这也在所难免，毕竟在这么小的一个机身里面要塞进一块电池，那电池容量肯定会受到影响。那我现在就把头套戴上去看一下是不是比较舒适。那我现在把设备打开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平时是戴眼镜，头也比较大，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头带调到最松的时候，戴上去还算比较舒服，并没有网上另外一些测评的 UP 主说的感觉这种头带材料比较劣质。当然如果你确确实实觉得好像戴起来没那么舒服，它还有一个选配的叫做精英头带，花$50或者80澳元就可以另外购买到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配的手柄或者叫控制器吧。这个设计说实话还是挺有现代感的，跟我们平时玩的游戏机上面的一些手柄都不太一样，样子还算好看，然后手感也不错，握持感都挺不错的。有一点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 Oculus Quest 2有一个功能，当你的手通过这个控制器被设备识别之后，你就可以完全的脱离这个控制器，用你的手进行一些操作。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酷的。虽然听说这个功能还不是很完善，但是我觉得将来总有一天，或许在第3代上面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吧。那开箱就差不多是这样，我们接下来就去体验游戏了。我看这个跳舞视频嘛，跳舞的人面前看他们跳舞的。
来点个赞。哇，好身临其境啊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观景台，然后我内心居然真的有一丝恐慌。体验完毕现在已经到家了。那趁着新鲜，我就说一下我对 Oculus Quest 2的主观体验感受吧。第一点，它佩戴的舒适感。舒适感是我可以接受的程度，可能戴眼镜的小伙伴会担心眼镜加上 VR 头套是不是戴起来会不舒服。那我是戴着眼镜体验的，戴上之后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。我自己是没有眼镜或者镜框被挤得很难受的感觉，但是我的朋友 Cibo 在玩的时候感觉会有重影。我们分析之后是觉得这个是因为我的镜框比较小，所以戴上之后头套的影响比较小。不过 Cibo 已经在淘宝买了 Oculus Quest 2专用的近视镜片，可以直接贴合的安装在头套的镜头上面，就可以摆脱镜框带来的不便了。第二点，性能。这个系统看起来像是经过一定程度定制的安卓系统，我不知道机器的具体硬件性能，不过无论是运行游戏、打开应用，或者是点击各种菜单功能时都没有卡顿，流畅度满分。第三点，游戏与应用。游戏方面，其实我玩的第一个游戏算是它系统自带的一个新手上手教程。这个上手教程我觉得是一个亮点，因为它通过一些场景切换以及小游戏，让我非常快速顺利的学会了怎么操作这个手柄，并且和这个虚拟世界进行交互。新手教程十分容易上手，我相信对于一个小白来说也没有问题，这一点是特别加分的。然后就是重点了，游戏感受。总体来说，游戏从购买、下载和游玩这整个过程都非常方便，因为它有一个手机 App， 然后通过脸书账号登录这个 App， 在同一个 WiFi 环境下连接上 Oculus， 就可以进行付费游戏的购买以及录屏等等很多的功能。我呢一共体验了 Beat Saber 和星球大战2款游戏。Beat Saber 我曾经在 PSVR 上就玩过了，也是我之前唯一玩过的一个 VR 游戏。我个人感觉和印象中 PSVR 上的画面以及音效区别都不大，也没有感觉到任何延时。那星球大战呢，由于体验的时长有限，我没有玩到太后面，但是整个游戏的画面还是让我感到了眼前一亮。2款游戏游玩后我都没有头晕或者恶心的后遗症，有顾虑的小伙伴可以放心。那除了游戏，让我比较惊喜的是额外发现了油管、网飞以及亚马逊旗下的视频网站 Prime 都已经支持 VR 了，在 Oculus 的应用商店里面就可以免费下载到。这些公司的支持让我觉得 Oculus 生态已经是比较完善，它并没有把游戏和软件开发封闭在自己的公司内部。所以出于好奇，我也用油管看了一段 K-pop， 虽说清晰度还有待提高，当然有可能是我不太熟悉操作，没有选择清晰度的原因，但是确实有一种在近距离观看舞蹈的感觉，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。第4点，电池。电池应该是我这次体验下来唯一不太满意的地方了。在体验了大约2个小时之后，系统就显示电量极低，需要充电。我真心希望下一代可以在电池上做得更好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考虑到 Oculus Quest 2亲民的价格、比较完善的生态、便携的一体式设计，还有适合小白们的上手流程，让我觉得它确实是现在当之无愧的最合适入坑的 VR 设备。不过由于需要用脸书账号登录，所以在国内的小伙伴们入坑前还是需要考虑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或者一键3连。我是小天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我录了，有种被围观的感觉。只是在想你刚刚说的那个最适用的是色情行业，我觉得很合理啊。录了 ，OK，